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天跟朋友聚会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去理解看待财富自由这个话题。怎样才算财富自由呢？我们追求的自由其核心不是钱堆出来的，钱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辅助工具，咱们真正想要的自由是时间的掌控权。说到个人财富自由，简单讲就是你不再需要为了柴米油盐酱醋人情世故去把自己的时间一块一块的切了去卖。想象一下那种随心所欲支配的时间的日子，是不是很惬意很爽？但在这个现实的社会中，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没办法做到的。毕竟站在金字塔的顶端的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正常的平民百姓普通人上有老下有小，都是为了生活而劳累的奔波，这也是无法改变的事情。所以每当咱们想搞定一件事情，或者想达到某个状态，头一步就要把这个事情想明白，给它下定义。有了清晰的定义，你才有方向去努力去实现，不然呢，你心里头的画面永远都是模糊的，跟团乱线似的，不然永远都做不出来一份靠谱的计划。所以呢，要是你现在觉得我已经到了不用为了生计去奔波，时间完全由自己说了算，那你就大大方方的告诉自己，我算是实现个人自由财富了吗？嘲讽那已经是成为过去式。比特币好比是脱贫无政府的状态，即自由的调和剂，它一出现就好像给那些腐败的政府和金融机构扇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它可不仅仅是为了给金融科技增加了一点色彩那么简单，有些人还想往这纯净的初衷里面掺一点沙子进来。说真的啊，比特币的真实身份那可是货币界的秘密武器，一种加密货币带着挑战的权威，削弱当具权力的使命。咱们为什么不待在老地方，偏偏要跳进BCCMT 这个圈子？这里我假设 BCCMT 代表加密货币区块链相关社区的一个简称啊，说白了就是因为它背后的那股力量，一股从上而下要撼动旧世界的财富金字塔重新洗牌的一个大风潮。所以你问在这个加密货币的圈子里面能不能找到实现财富自由的一个要紧的梯子或者希望，那这还用说？答案必须是肯定的，这里就是梦想照进的地方。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想说，强哥能不能够正经的跟大家聊一些干货，怎么薅羊毛最给力，滚仓怎么玩才溜，打猎场里面怎么才能成为猎王，囤币有什么高招，发项目怎么火，还有怎么做局里面的 boss。 说到方法论，网上那些铺天盖地文字推特书本油管哪儿都是，对不对？但是问题来了，这些招数真的那么管用吗？我们也不是没有见过谁靠滚仓成了人生的大赢家，可是大家都扪心自问一下，你能复制他们走过的路吗？有时候可能连他自己再走一遍，他可能都无法保证还是那么顺利。所以要是真有那种稳赚不赔还能大张旗鼓的分享秘诀，你觉得还轮得到你我他的手里面吗？就像我们玩王者游戏一样，对吧？打野都会有每个人自己的一套思路，比如唱歌，每个人的诠释都不同，你指望照搬别人的策略来希望自己成功，能在自己世界里大放异彩，那确实很难。那些总要想找到捷径全盘复制的朋友们，我们一定都要换一个思路。低维度的思考往往沉迷于方法论，而真正的高手他们更关心策略背后面的逻辑。强哥一直在强调，什么都要靠我们自己去学习摸索，不管什么时候只有自己强大了，那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点。强哥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方法论对于新手来说可能是个宝，但如果有大神级别的看到这里你们可以闪过，因为知道你们早就已经超越了这一步，在琢磨的是更深层次的东西，那就是道。我们可能要搞清楚，要想跨越阶层，尤其是想在币圈或者某一领域实现财富自由，那规律我们自己可得门清了。说白了就是摸清让那些事情成功的关键点。你看在任何体系里面都有那么一小撮，大概1-2成吧，他们能耗动8成的影响力。就像企业里面2成的客户支撑起了8成的营收，社会上2成的人掌握8成的财富。你数数自己的交易记录，100笔里头也就可能有20笔是赚大头的，剩下8成的有可能就是小打小闹或者是保本的，对不对？这就是28法则，它就是明白的告诉你，在现实世界中就是这么不公平的。公平嘛，都是咱们心里头一厢情愿，是美好的。不管是哪一行能成大事的，始终都是那少数的20%，剩下
下的都得努力的往那个圈子里面挤了。我们再来说一下马太效应，我想大家都知道，有钱的是越来越富，没钱的嘛可能越挣扎越穷。一个人要是开始走运了，那好运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对不对？反之要是倒霉了，那可能就越陷越深。就像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喝口凉水都要呛的，是不是？背后的道理说白了就是资源的财富和分配，那就是叫一个不平衡，少数人掌握了多数人，而且这股子不平衡在社会和经济系统里面会无休止的放大，成功的越来越风光，落后的想翻身是不是非常的难？比如我们一个企业里面当管理的永远的只有那一小部分，对不对？大部分的都是在一线打螺丝、搬运工、运输工，你要想靠这种技能去翻身，不冲破他的思维，那永远是不可能翻身的。有一句话也是我们常说的什么，你永远赚不到你认知外的财富，因为你的格局已经在每天都在这个岗位打螺丝，你的认知已经会超出你这个行为跟动作，所以认知以外的钱它是永远赚不到的，这是绝对的。所以当你对28原则和马太效应有了深刻的认识，你才会意识到那些看似无形的枷锁，其实正是这些规律在作祟。你得摸清这些底层的逻辑，才能真正找到通往财富自由、跨越阶层的这条路，你才能冲破每天只能打螺丝的这个岗位，晋升到组长、主管，不然你永远都只是在那个岗位上打螺丝，只能永远稀里糊涂的被推到啥时候能出头，那这就说不清。接下来在这个社会上，我们有没有发现，富人永远是跟富人走在一起的，对不对？穷人基本上是跟穷人打堆的。未来的社会流动性正悄悄的往封闭的那头靠，房地产早就帮这个趋势摆在门面上了。阶层一旦固化了，想要跨过去，那难度简直比登天还难，到最后说不定真成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的写照了。这可不是玩笑话啊！富二代的孩子从小教育资源啥都不缺，对不对？那是为了继承家业来打基础的。反观穷人家的孩子，有的陷进了提前消费，这也是很正常的。他读小学可能没这概念，读初中、读高中，看到有钱的孩子用的都是些奢侈品，人都是有一个心理占欲望，他能用，我为什么不能用？这就导致了一个现象，什么？提前预知自己能力范围外的奢侈品的额度，就掉到这个坑里面，比来比去没了斗志，这压力还代代相传。本来我们这一代就过得不怎么样，下一代翻身就更难了，对不对？所以机会离这一群人越来越难，越来越远。能力一般的人，就算制度再公平，有很多事情从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能改变命运的毕竟是那一小部分。什么寒门出贵子，那肯定是有事，不可能每个寒门都能出贵子，对不对？你放眼全球历史，20-80的法则，哪朝哪代逃得过？社会固化最终走向衰败，新兴力崛起，新朝换代的替代，表面热闹，本质还是一样的。有钱人变穷，穷人变富，金字塔结构嘛，动荡中稳得住那一批的，直到人类历史的尽头。这社会的真相啊，就是丛林法则，比的是谁更能伤人，谁伤得起，谁就说了算。分配利益，想在这丛林法则中闯出财富自由的路，想跨越阶层，先得认清的真相。底层的那80%，大多数的时候还是选择是沉默的，没有话语权，没有决定权，看着人多，其实是一盘散沙。精英就是那么20%，掌握生产资料，决定大事小事。比如之前 SEC 打击币安跟康贝斯，大家有没有去想过，它背后深层次的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币安有钱没有地位，他不是权力圈里面的一员，遇到了动刀的有权力的一方，能不挨宰吗？这其实大家都明白，是在保护现有的金融系统，维护那些大佬利益的手段。同时他们也想从这中间分一杯羹，就明白的告诉你，我能伤到你，你能把我如何，我就是有权利。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阶层的思想，还能把问题看透彻，不要老幻想着每个人炒币都能发财，那不符合规律的，都能一夜暴富的，那这世界不就乱套了？那是永远不可能的。比如之前打符文打铭文，对不对？刚刚起来那一会儿，已经赚钱的是那一小部分，大部分的人肯定都是垫底的，大家都觉得能赚，那谁亏了？明摆了就不符合28原则了，对不对？迟早的是要崩的嘛。记住，社会是丛林，不是礼仪课堂。我们要像动物世界那样，学会生存，学会壮大自己，面对风险和挑战，你得有策略有招，不管是在哪个领域，想要成功，我们一定要做那少数的人，有不一样的思维和行动力，
执行力，否则按普通人的路子想大富大贵那门儿都没有，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我想大家应该都是很明白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经典的大富翁游戏，想象一下，要是开了作弊器，把起始资金调到别人的3倍10倍，那这个游戏还怎么玩，对不对？简直就是一路碾压，别人只能看到你眼睁睁升级掠夺资产，最后一个个的破产。这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你自己的策略好，技术好，但真相的原理就是钱的力量，资本的力量。这个时候智商不需要，有手点鼠标就可以了。再求求跟你一起玩的那3个玩家，他们傻吗？他们反抗了，但没有用。现实里面，咱们这些普通的劳动者面对资本大佬，就像游戏里面被篡改了的托，一代一代的错下去，你也没办法破局，让我们说白了就是来割我们的韭菜。所以这个现象我们现实一样，你只会越来越穷，这就是马太效应。说到加密货币市场，你的经济问题说到底就是你在这个圈子里面的地位和影响力，也就是阶级地位，能不能成为了20%的决策者跟参与者，市场怎么波动你都稳如老狗，甚至你还能影响市场的走向。就像美联储降息那样，加息降息玩得溜得很，他们背后的人那是永远不会穷的。但是挣钱不光是靠炒币那么简单，炒币只是普通人参与市场的一种方式。你得清楚风险在哪里，挣的是谁的钱，敌人是谁，未来要进化成什么样的。普通投资者大都是那80%的参与者，被市场牵着鼻子走，不甘心又无力，最后成了大资本的一颗一颗的棋子。所以强哥一直在强调，我们前期一定要强大自己，慢慢学习，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关键的地方都要去帮他摸索透彻弄懂。我们要靠一点一点的投入，像滚雪球那样慢慢的累积自己，不是说一进来就啪，我身上有5000我就砸5000，对不对？我有1000我就砸1000，我们就拿100来试嘛。比如举个例子，我们的永续合约，看到市场学透了，觉得现在这一个行情段可以去实操，那我们就投100块钱嘛，100块钱你还可以分批投嘛，分10次，对吧？我一次10块，我压永续开杠杆开空，那是不是有机会？就当在我们成长自己，熟练自己，掌握技巧，每个人走的每一步都算，对不对？人生的路没有哪一步是白走的，只有你自己在这个领域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点成长丰富了，积累了自己经验，你能看透的市场，不说100%看透，你能掌握70-80%，我觉得你都可以赚钱。不说赚大钱，改变自己家庭条件还是可以。我们就拿我们自己多余的闲钱来成长自己，实操练手，投资基本的被动收益还是没问题。我们不要一直想着一夜暴富，一下就成为那个币圈的有钱人，那是不可能的。咱们之前聊过2把法则，对不对？就是那么残酷，上天是没有感情的，他按自己的规律在办事，在运转，但世界也给了我们这个离奇的武器，按规律办事，这是草根翻身的法宝。不管你是撸手囤币还是干啥，只要方法论对路都能行。现在结合跟朋友聊天总结的几条策略分享给大家啊。第一，别怕事，没背景没资源没钱，你还畏畏缩缩的，那能成什么大事情？提升认知，看书听直播，到最后还得自己上舞台表演，能成就自己的财阀，对不对？第二，成为少数人甚至特例，言行于常人，地位自然不同。别人忍受不了的痛你忍了，别人做不了的你做了，你就进了那20%的圈子。听话，听谁的话？听你相近那个领域最牛逼，验证过他牛逼的人的话，不要自己瞎琢磨。成功过来人的一句话胜过你10年苦读。当然听话不代表没有主见啊，方法论是要灵活调整的，但本我还是要坚定的啊，自己的信念初心还是要坚守的。最后记住，听话是聪明人的选择，因为他们发现了事件的 bug， 学会模仿了成功者的方法，让自己看起来像是天选之子。但是别要忘记了，最终做决策的还是你自己，方法论和本我要分清。所以在富人眼里，我们这些草根子一辈子就为了一条康庄大道，在风里雨里摸滚带爬的，在干事的路上捡经验攒银子，直到有一天再通过你的积累和磨练达到别人富二代的起点的时候，这个时候
看起来似乎你只达到了别人的起点，但其实你的能力已经超越了富二代的起点。因为那些富二代或者出身优越家庭的孩子，他们的能力现在是不足以和你相提并论的。为什么？因为是你在摸滚带爬。刚才强哥说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点都是靠你自己去学去听去实操成长起来的。他们现在的心性意志力都没有办法和你拼搏过后的这种心性意志力相提并论，他只是仅仅是在那个阶段的财富比你高，但是后面你是一个上升期，他们基本被你超越了半个山头了。不管什么时候，永远都要相信自己。比如那些流传千古的功名、霸业、美名，跟一件事比起来，显得都没有那么重要了。是什么事情呢？用你的行事的方式，悠哉悠哉的走一遭。想想玄奘、张骞，他们走遍天下，都是奉命行事，对不对？而咱们的徐霞客呢，一介布衣，无官无职，就靠一双脚一颗心，游遍了大好的河山，到死是不是都值啊？你们瞧一瞧，山脚下的人们为了钱跟权忙得跟啥似的，徐霞客却在房山之巅静静听了一夜的雪花雨水的声音。生命不只是钞票堆起来，我们得按自己的方式方法去活，那才叫真成功。咱们都盼着财富自由，跨越阶层，说到底不就是想多点时间，多点自由，活出自我，成为自己梦想的那个模样吗？好了，今天强哥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如果本视频对小伙们有所帮助，请留下你们宝贵的订阅跟赞赞哦，开启小铃铛，不错过强哥的下个视频。谢谢你们的观看，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